7月17到20日，世界目光将注视屏东大鹏湾2025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屏东站，让我们一起见证沙排魅力。2025 AVC 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屏东站呢，本日的这个第4场比赛，我们要来看到台湾一队的谢雅人、吴信贤的这对组合呢，要来面对来自香港的这个简恩恒以及黄镇所带来的考验以及挑战。那同样呢，这是在分组的 H 组，也就是赛会的第8组啊，同样也是有3支的团队。那对于雅人以及信贤来讲，就是想办法呢，先抢下分组的第1胜啊，来稳定一下军心。那这个精彩的赛事呢，都会在这个不同的这个平台当中呢，为各位送上直播的服务。那这场比赛呢，依旧是由我主播千伟成以及我们的球评顾乃涵老师呢，陪同各位来欣赏这场比赛。老师你好。你好，主播。对，老师，这场赛事呢，其实我刚才去看了一下这2个团队的积分啊。那对于香港2队来说呢，他们目前的这个 total， 因为所谓的积分呢，是包括到 AVC 的赛事，包括到这个 FIVB 的这个赛事的积分是累计总计下来。那在香港2队这边是146分，而我们的雅人跟信贤呢，目前的累计的积分是在72。其实就可能就这个分数上面来看啊，这场比赛可能对于我们的团队来讲，应该是蛮有机会哦，可以在自家的主场先抢下第1胜哦。对，其实72，他们是72，应该是去年在桃园的 AVC 雅人的积分。对啊，那雅人跟信贤其实之前在国家队的时候也都是有长期培训，然后在国内的全运会其实都有很好的成绩，所以2个人的默契跟经验上一定会比香港队好。对，老师你客气了。但有的时候，因为毕竟这只是在第1天的赛事啊，我们的这个比赛呢，一共要从17号呢一路进行20号，为期4天的比赛。那首日的赛事啊，因为来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那因为之前呢有2度造访澎湖，1次前进桃园的，这是第4度呢 AVC 的这个亚洲的沙盘呢来到了台湾。那这次是比赛的地点呢是在屏东的东港大鹏湾青州的滨海游憩区里面呢来进行赛事。那都是要找下比赛的感觉来适应场地，而且在这个透过我们的转播，这是在主场啊。这是第1球场中央球场来进行比赛，选手当然或多或少都还是会有一些压力。对，那怎么样来调试在比赛当中呢，赶快这个像微波炉一样，赶快找到状态呢？这是对于选手来讲呢蛮重要的考验。那方才也要提醒所有的这个网络前的朋友啊，除了这个您现在所收看的平台之外，其实这是在 MOE 的这个 MOE Sports AVC 的官网 Hop Sports 以及中华排协，其实都有专属的 YouTube 的平台呢，会为各位送上现场直播。那接下来这个4天的赛程呢，包括今天啊，一共4天的赛程呢，都恳请所有的朋友呢就与新知，大家告诉大家啊，就说多多的宣传，因为其实 AVC 的赛事能够来到台湾呢，这种机会真是难能可贵。那现场已经准备要announce球员来进入场地来进行比赛。第10场次比赛由香港队出战中华队。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2025 AVC Taichung Bank Beach Tour Pingdong Open. Match number 10, Hong Kong vs Chinese Taipei. 为您介绍本场比赛裁判人员 Pres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referees. 第1裁判 The first referee is Mr. Amna Supanawong from Thailand. 来自泰国。第2裁判 The second referee is Mr. 孙永熙 from Chinese Taipei. 来自中华台北。接下来为您介绍双方球队阵容 Presentation of the players. 香港队 Team Hong Kong Number 1简思恒 Number 2黄镇。接下来为您介绍地主中华队 Team Chinese Taipei Number 1谢雅人 and Number 2吴信贤。
好，双方球员呢都已经来到比赛的这个场中央啊，先握手致意，也让这个首局的比赛待会马上就要开始。那对于台湾一队啊，这个亚人以及信贤呢，其实对于 AVC 的比赛呢并不陌生哦。对。其实从这个最早这个疫情之前呢，在澎湖的比赛，然后一路到现在，他们拥有蛮丰富的作战经验。对。而且那时候澎湖的风应该也蛮大的，哦，大。球。哇，球还活着。又再得到了一次组织的机会，好球！好，现在比赛呢已经慢慢往中午的时分呢来靠近。真的，比赛现场的观众啊，除了球员之外的观众是越来越多。对，因为方才在我们的看台上面呢，我跟老师旁边呢，大概就有点像选手的休息区一样啊。但现在呢，真的有越来越多呢，这个不管是亲友。这个亲朋好友的支持者啊，或者是来到海边游玩的观众啊，现在慢慢都来到了我们的比赛现场。哇！这应该是还蛮接近的。我们现在看这个角度，被对方拦网拦回到，结果是哇，真的是在界内。风势稍微影响到了这次的做球，而对方也一样。好球！守得精彩，勉强打回来，要再守一波。哇！也打得相当的巧妙。目前被对方拉出了一个目前有3分领先的小高潮。天哪！对方是一样出师不利哦，在整个进攻攻防的两端上面呢，对方进入比赛的状态呢更快。对，移动速度蛮快的。这边是发球直接出界，这一来一回，当然还是有分数的落差，一个是被拉开到这个4、5分差，那现在呢缩小到3分的差距。刚好插在网袋，影响到了节奏。哇，还能够修正回来，也是不简单啊。对，看起来香港这一队的组合，简恩和以及黄振啊，也是蛮有默契的，蛮有经验的。身高也没有很高。好球 ，nice， 见招拆招。亚人跟信贤也很有默契。那。好赛，发球失误。好，守住一波，直接的往前的攻击 ，touchdown，score。
好守得漂亮，连续2次的，哎呀，这个其实也有受到一点风的干扰，但力量稍微短了，可惜。对，球没有送到他的右手，所以他用左手处理。但在空中停滞的时间，他也发现到对方呢是在往后场退。对，好球啊！举球，直球。好，那边再换场，换信贤发球。对。啊，自己杀球未过，哇！你现在看对方的这个黄镇啊，是不是有点像前一场比赛的这个泰国选手呢 Wachirawi 一样啊？这个头小小，但是爆发力也很好。对。哇，爆发力十足。对。真的有好像前一场比赛的既视感。不过分数并没有被拉开，稍稍的修正。好球！Nice！ 你们有小钢炮，我们也有啊。对。好球！相当精彩，在可惜了，这已经是第2次了，错失的分数。哇，如果这2分拿下来的话，不是只有追平啊，是倒赢2分啊。对。好球！做了一个变线的进攻，分数慢慢追上来了。新鲜的发球，基本上在香港这里啊，大部分的攻势呢都还是锁定在黄镇的身上。好球！见机行事的1分，球啊有点慢慢这个往外飘啊，位置并没有特别的理想，真的还是靠着个人的能力啊，硬把这个球给杀进来。11比10，双方仅仅只有1分的落差。这是一场龙争虎斗、五五波的较量。双方借由这段的暂停时间呢，去做一下体能调整。这一次的比赛啊，当然还是相当的关键。虽然这个冠军的这个总奖金啊，以及冠军的奖金并没有到特别的高，那这一次的冠军的队伍呢，是可以获得$2500的奖金。但更重要的，我觉得应该是在积分排名，也就是在这个奥运的这个资格上面的争取上啊，是需要很多的积分来在后面做支援。对。好球！11比11平手了。
可惜了。对自己没有发过。但现在看起来局势是慢慢稳定下来了。对于我们台湾的谢亚人以及吴信贤来说，掉到后场，对方还一个小球回来，又连拿了2分。真的就是沙滩排球难的地方。好球！干净利落的杀球。Nice 直接落地得分。哇，信贤这一次的 S 球，现在帮助这个台湾1队啊，把分数给追平了。想办法守下来，看起来应该是达到了网带。对。所以这个分数呢是记在我们这一边，正式的反超比分。但谢亚人吴信贤面对比赛的态度啊，你就会发现到，其实这2位选手真的也是很有经验。就在一开始分数被拉开的时候，真的也是不急不慌。好球！专注力放在场上，这次的攻击落地得分。虽然能够够到这一球，不过没关系啊，现在就是有来有回就可以了。目前的领先的局面呢，是在谢亚人以及吴信贤的身上。干净利落。对。当暖身完毕之后啊，现在得分的进账都非常的稳定。谢亚人的发球，哇！现在是双方不断的相互换分，就你攻1球，我攻1球。只要按照这样子的局面稳定发展啊，当然，对于台湾的团队来讲啊，是更有机会。好球！好球！严格说起来，面对到香港3队啊，这个的这对组合简恩恒以及黄振香港2队了，简恩恒以及黄振来说。其实我们的团队是占有一些身材的优势。好球，还有，好球。18比15，3分的领先。从一开始呢，分数这个一进入到比赛就有点被拉开，但现在能够追平，然后反超，现在再小小的拉开，而且只剩下3分呢，就可以抢到第1局的胜利。但香港队的身材虽然偏小，但爆发力其实也蛮十足的。
好，暂停回来，稍作休息调整了一下，稳定情绪，把这3分给拿下来。好，这个得分倒是没有造成立即性的威胁。对。啊，可惜了，咬住哎。好，慢慢的往这个21分的位置来迈进。19-17。好球，这个发球真的就有利用到这个风势的这个优势了，可以这么说。这边突然过往击坠的效果非常好，改变发球的节奏。对 ，set point 出现。发球 OK， 所以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呢，最终是21-17抢下第一局的胜利。这发球位置没有判断好啊，所以造成接发上面的失误。那在所处的 H 组里面，这场比赛真的是对谢亚人以及吴信贤来说是有一些压力的。那很有可能这一组的战况发展就是这场比赛谁赢谁晋级了，因为他们另外的一个对手呢是泰国的2队，那泰国2队的这对搭档呢，在整体的积分上面呢，也是能够来到前5名哦，这个在这次的参赛的队伍当中是前5强的球队。那所以不想要后面的战况太难掌控啊，就是这场比赛先赢下来，因为按照道理来说，可能香港呢对到泰国的这一对搭档呢，也不一定能够获胜。对。那分组3队的话，要取前2名。那这场真的就是有可能像我们的解释的一样，就是说这场比赛谁赢谁晋级了。谢谢 OK。好，比赛来到第2局。好，接住了。好球！哦，看起来是没有杀在界内，想把角度打得很刁钻。没有控制到位，0-1。香港简恩恒的发球。哇！如果没有 touch 到的话，当然就是出界了。开局的节奏有点稍微太紧绷了。对，这好像跟前一局一样，都有点这个开机这个慢热的状况。小的好球。好，这就是我们讲的身材优势啊，以及体能的优势。好，轮到阿贤的发球。哎呦，
这个发球的落差真的是比较大一些啊，算是比较严重的发球失误了。心里面的 OS 太多，想的太复杂了。这真的就是第一局的翻版，就说一开始被对方给拉开比分，然后后面再来苦追。我觉得对于风的适应上面，我们现在台湾队，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其实我们平常这练习真的风比较少。球哇，现在真的是久攻不下。这局的战况发展有些不妙，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这种可以宣泄情绪的一个这个得分的机会，或者是得分的一个小高潮。对，一波吧，我觉得一波接起来。如果你的接稳的话，其实可以多点移位，然后或者是你的球可以高低不一定说每颗都这么高。对。去适时的做一些转换，但现在来到了对方的发球，有着5分的落后。可以顺风。在前面跟老师讨论了很多了。就说怎么样去适应环境，有的时候技巧很好啊，但也是需要比赛经验在背后来做支撑。哇！哎呀，今天在往前小球的力量控制上啊，好像有点不太给力。不是因为其实还是有风势的影响。对，因为顺风，所以他把球摆得比较前面，然后球到你要击球那一刻，其实球又被风带走一点。对，所以应该是要身体要赶快跟上，或者是应该放在头上一点。对，跟平常没有风，你可能这样子在前面，你可能可以吃得到。对，这种东西其实选手在场上打起来啊，会有种蛮奶油的感觉，就是说。有的时候好，你这球一起跳顺风，就球被带得很远。下一球你可能想说，好，那我超前部署做个准备吧。结果又没有想象中的这个距离，没有想象中这么远，就反而太靠近自己的身体。对。所以这真的很吃经验，然后也很吃，就是说你现场去抓这样子的这种感觉。哇，这一次的一开局分差被拉得有些快，而且也有些多，现在已经有着7分的落后了。好，哇，还能够被救回来。这球没做好，哇！结果反而打到了界外。场边热情的加油声。亲友团啊，在旁边来替新贤加油打气。而且我们有的时候啊，还不是只有顺风逆风的问题，还有侧顺风，这个逆顺风。这个侧逆风的这种概念啊，就是说你球不是只有前后跑，你可能还会左右跑。慢一点，好球！有了。但因为会有换场的机制啊，所以大家都还是在同一个公平的起跑点上。但现在好。希望第一局的翻版再度的出现，就是说后来居上。
好球有哦！救到了，赶快再吃下！哎呀！好，我换一个角度来看，这边有接到起来，球已经过去了。这同样的，这还是有一些风势的帮忙啦。这可能就是发生我刚刚讲的状况，你想要靠近你的时候不够好，不要那么靠近，球会被吹远。那当然，整个出球的角度啊，也会受到蛮大的影响。所以有没有可能呢，在逆风的位置呢，会是能够追分的一个好区块呢？待会我们观察一下。好，在逆风区，对，在逆风区这里啊，真的就是也是蛮考验这个发球、接发都是。节奏。多次来回都没有拿到分数，直接挡回去。哇！所以老师，这个阶段里面，我们的台湾组合啊，雅人跟信贤现在是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信贤现在其实接发球是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是进去的节奏。对。然后雅人现在比较举的球是高的，到底他们是要这个节奏还好一点。对。有风，然后现在太阳又比早上还要大，所以体能上的考验、体能上的消耗也是很重要，就是比较容易体能下滑。因为其实沙滩排球的节奏啊是很快的，而且不像室内排球，很多的时候有可能队友在旁边罩你啊。这个可以，好球！这个就是完全配合到位了，接发，然后举球举在一个非常舒适的位置上。而且我觉得沙滩排球的选手抗压性会比较更好，因为他没有人能替换。你可能现在状况不好的时候，你要在赶快短时间内自己能调整回来。对。第二局的比赛分数已经完全被拉开。好球！第一局是21-17，但现在来到了第二局的战况啊，对方有可能一波流要直接把比赛给带走。但一样，我们就是慢慢的蚕食，一分一分的追。好球！刚说完，这边就靠着发球能够直接得分。好，在这一次呢，比赛我们再一次的趁着这个 technical timeout 之间呢，提醒观众朋友，这次的比赛的地点呢是来到了屏东的东港大鹏湾青州的滨海游憩区。那在这边的沙滩呢，我们一共架起了6座的球场。这一次我们在这里呢，不仅仅是会举办比赛，像今天呢，在所有的这个主场地呢，赛事结束之后呢，我们也会来进行开幕典礼。而且在整个比赛的这个后面呢，其实也有蛮多的活动啊。除了开幕典礼之外，会有一些这个现场的音乐啊，然后也有可能一些饮料的试喝啊。然后因为也有这个啤酒的赞助厂商，你也可以来这边小小的放松一下。对也有酒精的、无酒精的都有。就是任君挑选。那趁着如果今天当然因为周4、周5啊，可能对于这个上班族来说要过来看比赛会比较辛苦一点，但接下来的周6、周日呢，我们同样在这边，而且是
可能在周六周日的时刻呢，就要进入到单败淘汰的环节了。那比赛会变得更加的精彩刺激。好，暂停回来，这边还是香港2队啊所拿下的分数，15-7，这已经超过了1倍的分差。好球！现在就是如何把攻势给串联起来。冷静果断。在第2局的比赛啊，得分是都有些零星。好球！好，等到了对方的回击出界，1分1分，慢慢追赶上来。offside。哦，这样子的话，等于是连追了3分呢。打蛇随棍上，现在这个分数如果再能够追进的话，其实香港队的压力是很大的。哇，这对方也是配合到位了啦。这种 1, 2, 3的节奏有掌握住。我们这边也一样。好球！但1分1分的相互换分，对于分数落后的我们来讲，肯定是不利。好球！哇，完全抓到对方的意图。亚人的拦网经验非常好。哇，这真的是完全判断到啊！这是我们今天转播的第4场比赛，这也可以暂时这个认列本日最佳拦网之一啊。对。扑接差一些些，17-12。好，虽然打到网带，但球势还是非常的强劲。突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好，机会来了，机会来了，成功，好球！守住，还在，对方可能会想要在第一时间抢攻，没错，我们再拨回去，拦网，好球！ What a play！ 咱台湾阿贤呢？好球！这个再往前。哇，漂亮！在排球场上也上演了空中抓鸟，只剩下3分差了。出界哦 ，nice！ 哇，原本想说这一局可能没有悬念了，但没有想到分数越咬越近，真的可能要把第一盘的这个逆转秀啊，再演得更精致，要绝地大逆转。还有机会。现在看起来啊，这个气势是非常的好。所以换一个角度来说啊，这个time out当然对于香港队来讲也算是这个蛮有技巧的了哦。对。在对方连续得分后，叫一个暂停，缓和一下情绪跟调整一下节奏。这个局数短，应该这个时候不赶快来稳定军心啊，那真的被逆转的话，当然就直接
被对方把胜利给带走。奥赛，应该这个要挑战了。两边的选手都还蛮激动的。这时候主审呢，必须得前往过来。刚刚我们这个角度看，奥赛，对，看起来是非常接近，没错。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应该是在界外才对啊。OK， 这一来一回差很多啊，是相差这个3分的概念。对，但现在变成1分差了。好，稍微没有接好，好球，直接点到后场追平比分。哇哦！这个时刻，我们的阿莲跟阿贤把现场的气氛炒到了制高点。信贤好球。又受到风势的影响，被对方点过来，第一时间点在场内反超比分。哇，这在这个5分钟前，你想都没有想到，现在这个战况会发展成这般的局面。这也是本场这个前面的4场赛事当中啊，这应该是最刺激的一场比赛了。但现在领先1分肯定是不够的，这个比分呢是有点紧张的。所以分数上面呢，应该是有些误会。再重新确认一下双方1分差距。哎呦！举球，冷静一点。好，又变成2分差。调整一下。好球！非常有经验，推到中后场的位置，原地起跳，直接被哎呦！哇，怎么说这个时间点对方来了一个龟派气功啊！这真的也没话讲了。现在反而来到对方的 set point， 又在逆风处。好球！好球！其实很明显看到啊，其实亚人跟信贤之间呢，已经把在做球上面、举球上面啊，都已经把这个风势给计算进去了。手一手起来，哇，没有办法，对方越过了风阻线，所以原本是有机会上演逆转胜的，就在第2局的比赛里面呢，是21比18，双方战成了1比1的平手。当然，就双方呢在这2局里面的得失分上来说，这当然还是一个5-5波的对战了。对。但比较令人担忧的就是说，在前面的这2局呢，就是可以看到信贤呢跟亚人来讲啊，都有一点点比较慢热的情况，在比赛的初段啊就会被对方拉开比分，这也会造就成在后面你就是一直在追赶，一直在处于比分落后的压力上。是的。我砍掉重练，接下来来到决胜局，对，不要想太多，就 focus 在这个15分的比赛里面就好了。没错。主播等下不过给予全球，想要反问中华队的保卫。
拿回到主播台，一个一个爽，一个一个爽。好球！好，有守下来这一球，对方也能够挡住。这个应该没问题了。亚人好球！谢亚人。靠网了，好球！今天我们台湾的代表队啊，真的进入到了所谓的决胜局里面了，就没有什么热机很慢的这种状况了啦。没错。对，包括到前面的我们的女子组的这个碧贤跟淑芬一样，进入到决胜局就没得惊啊。2-0。好球，好球！马上又起身，来到了网前，好球！打球得分，连拿3分，果断的出手。我们台湾的选手真的都这个蛮会打关键局的。靠网，好球！看现在专注力多好。守住了这一次的杀球，第二次哇被对方给点进来。我2分的领先，慢慢来。紧张的应该是香港2队才对。是的。好球！这真的，一修正回来啊，吴信贤还是靠着自身的这个原地起跳的这种能力啊，杀了一个漂亮的斜对角，4-1。还是要提醒观众，在第3局就是我们的决胜局啊，总分呢是每一队谁先拿到15分，谁就获胜。很烫。好球！哇，真的救到，但还得再来守一颗出界，好球！这真的是靠着防守所拿下的分数。揭发的失误，好，我们要一波流啊，直接把比赛给带走。对，这真的，包括到这个前面呢、啊，这个女子组的代表，就是会发现怎么会来到决胜局的表现啊，这跟在前面的2局会差到这么多哦。我觉得应该是适应上前面的风跟队伍哦，这肯定是其中一个原因。那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包括我们刚刚才这个看到毕兴呢跟淑芬呢面对到澳洲的代表，那进入到决胜局的时候，澳洲的球员当然比较明显了，就是说体能是严重的下滑。但现在这个老师你怎么看？现在香港的这个团队也是遇到相同的问题吗？我觉得前面开始我们自己台湾队在蓝防跟蓝防找不到他们的一些习惯打法，可是在第3局开始之后都有抓到几个，那当然就变成是香港队在那边的时候会有一点自乱阵脚。对，
而且我们的发球有压迫性的时候，他们的接发其实也有被影响到。是，对，出手开始会被拦网起跳的时间去影响，所以我觉得果断度就不够了。7-2， 5分差，心里面呢是比较安稳一些。好球！完全没有志得意满，还是稳扎稳打的一分一分向前迈进。8-2。哇，现在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到了，怎么做怎么对啊。对。待会现在看起来我们要过关的机会很高了。然后待会在赛后呢，我们也希望能够看着台湾的团队获胜，然后我们可以进行场边的访问。那我们也会邀请这2位选手呢来到这个我们主播台上啊，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没关系，再接发球，重新开始。现在银行里面有存款，那刚好台中银行呢也是我们这次的这个赞助单位之一。好球，好球，好球！非常霸气的一分。可以，他可以那个。好，永清啊，就差5分了，现在就差5分，我们要有耐心。好球！没关系。在决胜局里面，真的就是攻防两端啊的表现都很棒，非常全面。但像这种有的时候就是该给对方的得分，就是也不要放心上，这就是比赛的一部分。好球，跟上。好，再来，点到后场。哇，急了。对，这也是沟通，香港这边有一些沟通的问题。好球！ OK 哇，所以这真的一个乱流啊，直接的也影响到了彼此的沟通、彼此的默契。因为在刚才的这一分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有球员认为这一球应该是出界，不要去拦了，但是这种可能身体的反应机制来得太快啊，还是忍不住出手了。对。哇！应用风势出现了变化好球，好球！很拼，把球救到场内来。好球！啊，这个没办法。好，现在也蛮明显的，这不仅仅是香港的团队，其实我们台湾的亚人信贤呢，现在也慢慢的面临到一些体能的考验了。对。但这个时候要沉住气，不要急。意志力的比拼。好，出界之后，现在压力又在小很多了吧？可以这么说。压力在对方的身上。对。啊，可惜了。没有关系，在一个接发球。球！瞬间2位呢，这个球员啊是请神上身。
是在界内的。接下来，好球！有没有 touch 到？没有的话，那就是出界了。这边是香港2队的得分，加油！双方还是倍数的分差了，现在13-7。因为仅剩2分就要结束比赛，这个出现这个变化的可能性真的是微乎其微。对。但我们不能铁齿，就是一样，稳扎稳打。好球！其实对方可能也，就是面对这场比赛，他们可能也知道已经无力回天了啦。14-7，赛末点 match point。好，不急。很烫。哇，好事多磨，可能还要再稍待片刻。稳住一颗。好，不要急。好球！扎扎实实。好，最后是15-9。哇，等于是花了3局来到了决胜局啊！我们台湾的1队谢雅人以及吴信贤这对搭档呢，也是蛮辛苦的，在决胜局当中呢，才惊险的击败了香港2队简恩肯以及黄镇的这对代表。但不论如何，我们刚才有跟大家解释过啊，在这个所处的 H 组里面呢，其实其他的2支球队啊都非常的不好惹，所以这场赛事呢，对于谢雅人以及吴信贤来讲，赢下来非常的重要。这可能也就是他们晋级的门票已经握在手中。不过老师在这场赛事虽然获胜了，不晓得你可不可以就在你的看法当中，这场比赛他们回去可能还可以哪里可以做一些修正，或者去做一些调整？我觉得他们可能在顺风面的举球跟搭配上，然后因为顺风面有时候在举球会比较靠网，那攻击手你在跟到球的位置可能要再慎选。对，这个在借由风势不同啊，而且早上我们刚进来第一场是8点半，然后到现在呢已经中午的时刻了，那整个风势呢都不断的在增强。对，那其实对于选手来讲，因为你搞不好今天是打这个第一场，然后第2场又到下午，那风势不一样，你怎么样去临场的去做反应啊？这个的确是非常的不容易啊。那这次的比赛呢，是在屏东的这个大鹏湾这边的一个这个油气区里面，那这也是首次来举办比赛。虽然过去有在这个澎湖啊，可能澎湖的风也比较大，相对的桃园的风可能就比较好掌控啦。但现在呢，来到了这个全新的比赛环境里面，对于所有的选手来讲啦，又是一个不同的考验。是的。不过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待会啊，就是会尽量的去争取来访问我们台湾的谢雅人以及吴信贤。那也提醒观众朋友，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的赛事呢会稍作休息片刻，会在下午的1点30分呢才会开始送上这个中午之后的比赛。那同样呢，跟早上的赛程呢是一样的，就是会在先送上2场女子组的这个战况，那之后呢，这个压箱的压轴好戏的2场赛事呢，就会是男子组的比赛。现在都不知道下午的天气会怎么样去做变化啊！这个，因为我们的台湾的球员啊，包括雅轩啊、潘姿怡啊，在下午1点30分，马上就是午后的第1场就要出战了。那庄子玲呢，以及胡成刚呢，则是在3点10分。那其他的选手的比赛场地就不一定呢会在这个主球场上面了。那因为在这次的比赛中呢，
这个比赛现场呢，一共6个不同的场地，只有在这个我们的主场这个中央球场这边呢，才会为各位送上直播的服务。所以还是对于观众朋友来讲，我觉得如果是在屏东这个高雄一带的这个球迷朋友，真的是一个蛮好的机会。那学生呢，可能是暑假，你可以这个1135好友呢，可以来到这边来欣赏赛事。那同时呢，在假日的时候，这个合家欢的时刻，也可以跟着家长呢一起来到这个现场来享受这个阳光沙滩，然后同时呢，也能够看到精彩的这个沙滩排球。那对于这个台湾的团队来讲，我们也希望，因为这才是我们比赛的第一天，我们希望我们这一次呢派出的这个4支的代表队长都能够稳稳的这个晋级。那现在看起来，当然呢，这个雅轩呢以及姿怡啊，在第一场比赛是遇到了比较厉害的这个日本姐妹花啊。那其余的目前我们台湾的团队呢，其实都是能够传出佳绩。也希望就说这4支团队都能够在我们之后的进入到单败淘汰环节里面啊，都还在晋级的名单当中。所以老师有没有觉得很可惜啊？这一次这么难得的机会来到了屏东的大鹏湾。然后，但是你要坐在转播台上。不会啊，我觉得能看他们就是享受比赛，然后帮他们解说，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学习或者是回馈的一个方式。对。他们去冲水这个，来，我来问一下那个，等我问一下。好。那现在应该是这个有球员准备好了。好，现在雅人呢是已经在我们的场边了，所以我们这个请球评老师呢先稍微离席，我们来跟刚才获胜的夏人呢，我们来坐在主播台旁边呢来聊聊天。我们先等雅人把耳机给戴好。好，感谢雅人现在来到我们主播台哦。所以在刚才的这个比赛，我们可以先来聊一聊。其实前面的2局好像这个进入比赛的状况都有些慢，都是当然第1局是有逆转胜，但第2局同样也是开季比较慢的状况。你怎么看这样的情形？主播好啊，各位观众大家好。那刚刚前面的状况是因为香港这队的。是比我们小的大学生刚毕业，对，那我们对他们也是不熟悉，所以第1局的状态的时候是还在抓他们的节奏，对，那前面2局都是我们自己的失误太多，对，那尤其是第2局的部分，前面的分数会拉这么开，其实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失误，对，那我跟就是搭档信贤就是还在在调整彼此的，在这个有风的这个状态下去调整举球跟攻击的节奏，对，那。信贤他可能本身有一点伤的状况下，他调整的部分就是还在跟身体在去做一些，对，身体还在调整，对，那，虽然第2局后面本来想说，因为保留一点体力要慢慢放掉，对，但是就是慢慢一颗一颗打，就分数有稍微就越追越近，越追越近，对，但是最后几颗还是我们自己的失误，是，对，不然应该第2局有机会可以再把它逆转回来，对，那第3局的话就是跟信贤说，因为他们其实从前面2局的状态，他们的拦网的部分比较少，全部都是退，但是信贤跟我就是常常球比较不好的状态下，就比较难用强击，就是强扣球的方式去突破，因为他们都是拦退，2个人在防守。对，那我们的撸球没有办法撸得那么精准的话，其实都是会变一个呛死的状态。是对。那第3局是很明确跟信贤沟通说，就是我们不要再撸球，全部都强击。对。那他们也是自己的失误，对手香港队部分也是失误也比较多。对。那，好险有把胜利留下来。对。对，其实刚才在访问中呢，你也有提到，就是现场的这个风势。那我们刚才跟球评老师呢，也一直不断的说，就说以球员现在这个角度，这一次首次呢来到了屏东的大鹏湾这个比赛场地，而且风势是不断的在增强。在比赛过程当中，你们怎么样去做调整呢？对，其实我们应该是我们台湾一直以来的状况，就是我们其实训练的场地都是在比较市区的地方，对，那其实平常练习很少在这种真的有风的状态下去做训练，是对，所以就变我们每次的比赛或者每次训练的时候都要花不少时间去适应这个风向，对，那
因为其实风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在举球，不管是高手还是低手的动作，其实都需要做一些很细微的调整。对对对，所以，就是需要进入状态的时间会需要稍微长一点点。对，那这也是我们需要去克服的地方。对对。而且刚才有听你讲到，就是说对于香港的这队组合，虽然可能过去没有交手过，然后对手比较年轻，看起来你们是有做过情搜的哦。那下一场比赛，因为你们在这个分组一共有3支队伍嘛，对。那下场比赛的队伍，你们有超前部署去稍微了解了一下吗？昨天有稍微问一下朋友，香港的朋友，就是也是没有遇过的。对对，没有遇过的，对，有稍微问一下，但因为也没有找到他们比赛影片，所以就是变前面第一局的时候在熟悉对方的节奏这样。对，但其实明天我们要对的泰国，其实从我们以前有在集训的时候，他们就已经都有出来打，所以以前都是有交手过的记录。对对对对，那他们都是职业队，一直以来都是维持着训练。对，那明天的强度势必会更高。对对，那对我们的挑战也是更大。然后就是尽力而为。对，以战养战啦，没问题。但是这场比赛赢下来，真的在分组当中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胜，非常恭喜你。但是我们要来看阿贤准备好了没 ？OK。对，阿贤。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让这个雅人呢稍微休息一下。那现在要轮到阿贤要来到我们的主播台来接受我们的访问了。好，观众朋友，现在为您邀请到的是方才跟雅人一起搭档呢，拿下比赛胜利的吴信贤阿黑呢。阿黑怎么来看今天的这场比赛的发展？因为刚才我们跟雅人在聊，就说前面2局都是开机有点慢，那来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你自己在比赛当中打起来的感觉如何？我因为这个场地我们也是第一次来这边比赛，然后适应的还不算太好，因为我们前2天练习跟今天练习的跟今天比赛的状况其实不太一样，风蛮大的。是。对，然后今天刚好在正中午比较热，所以可能比赛的状况会比较困难一点。然后我前2局的状况调整的不是太好，所以导致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会比较拉锯，对我们来说会比较劣势这样。对，刚才尤其讨论到第2局，好像对分数要被拉开了，结果这个不吭不哈的，就好像追上又有点这个有机会又要超前逆转了，就这个当然非常可惜。就进入到第3局，怎么打得如此顺风顺水呢？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把节奏尽量的放慢一点，就是尽量放慢，可以减少我们的失误。然后失误在对方那边，然后我们就是用这个节奏，我们跟着我们自己的节奏慢慢走，一颗一颗来，然后比分就是最后的比数有慢慢拉开，对，最后也适应的还不错。是，而且我相信观众朋友也蛮想了解啦，因为你们等于是这个新春第一炮拿下了第1场比赛的胜利。那为了这次的比赛，你们在这个比赛开打之前呢，除了这个赛会呢所安排的一些练习的时间，你们还做了哪些不同的准备呢？我有自己在外面找训练，重量训练，就是加强我自己的身体机能，然后调整一些自己的伤势，然后为了应付接下来的比赛，就是现在屏东这个比赛，是看起来是调整的还不错，可是场地适应的还在努力中。对，还是一样，我们老话一句，就是必须对于选手来讲，因为大家都是全新的初体验，就是必须得以战养战。但是不论如何，我们先跨出了成功的第一步，非常恭喜你跟这个雅人呢能够一起合作呢，这个代表台湾在我们自家的主场拿下第1场比赛的胜利，恭喜你，感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转播工作到这边也要告一个段落了。那也提醒观众朋友，1点30分我们会回到直播的现场，待会见。